小伙，小伙，去看看外面是干啥呢？操，一天他妈就知道打游戏，哎呦！叔，车咋了？哎，你好，师傅，我现在最近这个车子油耗太高了。现在不是油价高吗？油价高也不至于那么高，昨天晚上刚加了300块钱油，然后现在跑了100来公里没油了，现在油表到底了。啥？300块钱100公里就没了？对呀，现在这个车子还是个1.6的，太费油了。3.0的也没赶到你这。对呀，你看帮我修一下，你帮我看一下，帮我检查。要不你上去我给你检查检查。好。走，上，走。走。好。好。好，你停着就停。看你上坡还没劲啊，吭的。但是你正常跑起来感觉是有那么一点没劲的，这个车子。我给你检查检查啊。这也不会呀，这叫老板去。之前都修过什么？之前我闻着车里面汽油味太重了，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下，然后换了个什么东西啊？那个油箱旁边那黑的那个叫什么？碳罐儿。啊，对，汽油油箱碳罐儿。啊，对，然后又换了一个碳罐电磁阀。买来之后，然后我找到店里的时候，然后给那些人一说，然后洗了一个节气门，给他们说，哎，那你修完之后跟修之前有变化吗？油耗？没有。我昨天晚上刚加了300块钱的油，100多公里没了。100多公里没了？对呀，现在油表见底了。那何止是费油啊！你就按10块钱一升，你这也不至于啊！你这喝了，我操！这油耗太大了。反正弄完修完，换这些东西，换了个碳罐，换了个碳罐电磁阀，洗了节气门，一点变化也没有。没变化。唉，车开着有劲儿吗？上坡的时候没劲，平路上还好。上坡的时候要使劲给油才行。启动好启动不？不好骑。不好骑。稍微停一会儿就不好骑了。凉车也不好骑，要打一会儿才能打。热车也不好骑。不好骑。动力也没劲儿。对。先把花塞打开看看。好。花塞换过吗？这是我儿子的车，然后最近就一直搞这个油耗太高了，然后也没看。那我就拆开先看看。然后花塞，我先看看燃烧怎么样，因为你没劲儿的话，肯定跟燃烧有关系的。好，你看。看看燃烧主要是，哎我操，全是油，气门室盖漏油，但是这个跟油耗没有关系。怎么那么多机油？是气门室盖往那个花塞油封有点老化，估计是。到这时候老化，雪铁龙是属于正常的，但是跟油耗没有关系。看你这燃烧还行。跟花塞关系不大，再把4缸拆一个，我看看。空力换过吗？
终于没有。看燃烧跟火灾关系不大呀。慢点，这个管子公里数大了，它这个废气管硬得很，一掰就碎了。咋都是这么多油？拿块布，拿块布。稍微有点发黑，也没有青菜。跟这花菜燃烧看着还行啊，怎么油耗能这么高呢？这不是说这油耗不应该这么高啊？看燃烧，把节气门再打开，我看看。好。节气门打开。这边就不动了。直接把它空滤帽子拆掉。这拆掉啊。对了，它这个车洗节气门就得把空滤帽子拆掉，你光拆掉那一小节管子不好使。顺便看看空滤换没换。上次洗节气门肯定换了呀，空滤。拆就拆，我跟你说，雪铁龙一般人洗节气门只抠那壳子，但是我看看，我操，拆下来主要看一下啥情况。看着还挺干净的啊。拿来一看，我操，撇干嘛？这么脏呢？哥，脏得很。空滤没换过吧？我操，这壳子从沙场里头出来了吗？全是土的。全是那种堆积的土呢。节气门倒是洗的还行啊。节气门前2天才洗过。空滤当时估计没给你打开看，把机油尺抽出来看，机油换过没有？我儿子的车嘛，应该我记得是没换过，你看一下。这个不是吧？这机油，哎，我估计也没动过，脏得很。刚才我看到啥了呀？机油脏得很。油耗高和机油有啥区别？有关系，有关系。必须有关系。你机油如果说长时间不换，曲轴的阻力增加，都会造成油耗高。特别是夏天，一开压机，曲轴再一增加一股力量，润滑如果说达不到，跟油耗关系很大呢。因为没劲儿，越没劲儿你也踩，再加上开着空调你再踩，肯定油耗高。但是300块钱，好100多块钱，就是可能性不大呀。你这花再不好，我这也搞了这么多。从300才跑了100公里。先把这吹干净，吹干净啊！把节气门抹一下，吹的时候把节气门堵住点啊，拿布堵住了。好，机油呢？机油先不换，先检查其他的。啊，好花塞。按他说的太离谱了，花塞装上就行了，问题不大。好。装好，我先上架子看他那个汽油单罐啥情况。气味大肯定是有问题，但是燃烧，它如果说燃烧不正常，也会造成气味大，知道吧？但是看的话，它燃烧的话问题不大。先把该装的都装好。滤芯儿就在后边库房那个白色的架子上。是卡。装好一会儿，先上架子啊，先升起来，我看一下它碳罐。好。先上架子。
这烟是因为你拆那个滑塞，它那个机油漏到钢桶里了。这就是烧机油，知道吧？这就跟烧机油一模一样的，兄弟。先支起来，支起来，我看看它那个汽油弹罐。嚯，这家。来。这都是油呢，是不是这是？熄火，熄火！你在上面别动啊，我直接把车乱了。把车乱了，我看一下上面是输泵总成。把后座椅抠开，好，看一下汽油泵总成那边漏不漏。嗯，好了。看看汽油泵总成。我去，全是油啊！你去打着车，打着车，我看哪儿会出油。滚犊子！你去前面打去。这后边跟小喷泉似的，你看这儿滋呢，这边在滋，整个它这个油泵总成这一圈是裂痕，这边在一直往外溢，这边往外滋，这肯定会没劲儿，油泵压力上不来呀。但是他上次换这个什么的时候没发现，要么就是当时不严重，没有往外滋呢。而且这个汽油挥发的很快，流下去挥发的很快。行了，就只能换汽油泵总成了。这种情况，拿隔俩好沾沾也行，但是不是长久之计。熄火，熄火。哎，叔，问题找到了，就是你这个汽油泵总成漏油。漏油？对，你过来看，你看见这裂痕了没有？对，是有一个裂了啊。就是打着车以后，它从这儿往外滋，漏的全是油，所以说你费油的很，你一边跑一边漏，再加上它一漏的话，汽油压力不足就没劲儿，不好启动。你启动的时候一开油门，它压力叭就打上去了，结果一打上去从这儿漏出去了，你不好启动。怪不得车里的汽油味还那么重。对，汽油味重，不好启动，没劲儿，都怪于它的问题，裂了。那现在怎么搞啊？只能换汽油泵总成了，胶粘一粘也能行，但是胶粘那家伙太危险了，别弄那事儿，自己的车嘛。那现在换这一个大概要多少钱啊？刚才给你查了，反正这个换下来，刚才给你换了个空滤，那空滤太脏了，就给你换了。换就换吧。然后机油咱先不管，就这个加上空滤的话，下来也就是个300多块钱，360，全下来。那么贵？我在网上看，应该没那么贵吧？我要是在网上买的话，这东西咋说呢？你也有那贼便宜的，你100多块钱货我也能给你拿到，但是这东西说白了，它手工费，我的工费肯定也得加的呀。我就是给你拿过来最便宜的100多块钱的货，那手工费也得加100多块钱呢。那我先给我儿子讲一下，我先和他商量一下，我问问他怎么办。行，那你问一下。好。我问过了，我儿子说没有那么贵啊，这一个东西。我还是给你那么说那价，100多块钱的东西也有，
但是我检查的工费就是那样的。你如果说实在不行，你就在网上买，100多块钱。但是呢，你就给我一个检查费，加上那个空滤，一共给我100块钱就行了。我就给你该装好装好。你看嘛，你看这个给个实在的价，这个东西加上一个前面那个空滤，一共多少钱？便宜不了，没给你多要。便宜点，多少钱？怎么360吗？我不还了，350好吧，凑个整350，不还了，就这样吧，好吧？行吧，搞吧搞吧，都弄完了，刚才也给你检查好试了一圈，动力都没问题。你回去吃饭去了是吗？对，我刚刚回去吃饭了。我刚刚在家的时候，我儿子刚刚还和我说呢，他说一个油泵没这么贵啊，300多。那，他肯定，我跟你说，这东西现在都是明价，你在网上查查100多块钱。对呀、就在网上。有，咱这儿也有100多块钱的，但是我连工费下来也得将近300块钱左右了。但是我给你拿的油泵属于也不是太次的，也不是太好的。你要是好的纯原厂的下来500块钱左右呢，划不来咱这车。但是便宜的，特别便宜的，你装它没意义。真正坏了，我也是折腾，也给你添事儿，知道吧？所以说，咱就来个中等的，给你质保1年，1年之内你要是说有问题，别管坏哪儿，我给你去救援，给你换，对不对？你真正你在网上自己去买一个，我给你来100块钱工费，是能便宜几十块钱，没有意义。你坏了我还保你吗？我管你吗？你坏哪儿我也不管你，管你去了也是重新收费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汽油泵那东西你太次的是用不住，返工率太高，咱也不要太好的，来个品牌的就行，那差不了那180块钱，知道吧？而且你真正的，我拿油泵200块钱左右，对不对？200多点儿，然后加上工费，你说300多，装上空滤，连检查其他的也没给你多要，对不对？正常价格知道吧？咱没必要，因为那点事一直那啥。这个机油那会儿给你检查的时候，黑的厉害，当时也给你看了，发黄，就是说不是正常的那种黑，而且还泥黄的那种，知道吧？机油太黑了，我们先开2天看看吧。如果没问题的话，然后改天我让我儿子把车开过来。行，没问题。这反正先开2天看看。机油也会影响油耗，但是关系不大。机油脏了为什么影响油耗呢？你曲轴阻力增大，肯定车开着沉，没劲儿，你就越给油门。但是它的影响也有，也不能说没有，影响不是特别大。但是你这个是因为漏油严重，所以说你跑看，如果说油耗回归正常了，最好是把机油换了，就是这意思。对，咱也不是说要求你强烈要求换，反正你也看见了，那机油的确有问题。小伙子干活挺实在的，到时候换机油了，直接到这边来了。对，我直接给你倒出去，把车一洗就完了。不用洗了吧，车子挺干净的。等过2天脏的时候，我让我儿子开过来吧。也行，也行。玻璃水给我看一下。玻璃水。对。文德，拿玻璃水给它加满。拿几瓶？拿几瓶？拿2瓶，加满为止。其他都没问题。刚才路上试着跟启动，你那会儿启动抖啊？对，现在停时间长了难启动。难启动，启动起来也抖。现在一把就着，而且还稳。加，就那儿。行了，那到时候你反正车脏了洗车你就过来也行。对，到时候我看改天让我儿子过来吧。对，没事。好多车都会有这种情况啊，就是说放一晚上，第2天第一把启动的时候打着，要么是有抖动，要么就是第一把打不着，还把钥匙门又能打着。这种情况啊，它也不是说100%就有漏油的地方，它有的汽油泵总成的里边有个泄压阀，泄压阀如果说压力存不住，放一晚上泄压，慢慢的都流回油箱了，整条管道从油箱到喷油嘴，它的压力泄完了。咱们都知道启动的时候汽油泵会立马工作，算它是立马工作，但是油管到喷油嘴的压力必须有压力，喷油嘴才能完全的喷出更好的雾化，让它启动，才能导致不抖动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说泄完了，就算它立马工作，油管里边油还是一个
处于没压力的状态，或者是缺油的状态，它就是完全没有顶压力那么快，所以说造成打不着或者是抖动。这种情况要么下滑，要么就是像视频中有漏油的现象。但是呢，如果说有漏油的现象啊，你肯定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车油耗比较高啊。这种情况基本上跟漏油关系很大了。所以说，如果说你车出现这种情况，最好是查一下。